6個月就能夠拿護照，每個月$2000就能夠全家移民。多米尼加最近火得離譜，但我必須給你潑盆冷水。很多人不是倒在錢上，而是倒在邏輯上。嗨，大家好，我是獨立離岸顧問 Sean， 專注於為全球華人提供資產配置、稅務優化和身份規劃的深度資訊。多米尼加 Rentista 簽證火了之後，我的後台就原地炸了。我們講了一個很多人第一次聽說都會震驚的項目 Rentista 被動收入簽證。後台我們收到的大量私信基本上都集中在以下5個問題：一、6個月入籍是真的嗎？2、2000塊被動收入怎麼做？3、西班牙語不會怎麼辦？4、政策會不會突然關？5、這個國家到底靠不靠譜 ？OK， 這一期視頻我們不玩虛的，只講真相、風險和實操邏輯。話不多說 ，Let's get into it。第一部分，6個月入籍，撥開營銷號的迷霧來看本質。我先給你一個評判標準：如果有人跟你說6個月直接拿護照，那大概率是不專業的。真正的邏輯是，持居留卡入境後6個月允許你遞交入籍申請，而不是6個月就直接入籍完成。多米尼加的 Law 171-07允許投資居留 Rentista 類別的持卡人走加速入籍申請，通常還會有至少3到12個月的審批週期。從持 Rentista 簽證入境開始，通常需要9到24個月才能夠最終入籍。那到底是什麼決定你入籍的速度呢？一、拒絕臨時流水。這裡我給大家舉個反面例子，等值$2000每個月的被動收入確實不難。比如1月份在 ATM 上存了$2000，2月份從某公司打來佣金收入，3月份又從某東方大國的小 A 手裡轉入等值$2000的房租收入，接下來的月份以此類推。像這樣沒有合同、沒有長期邏輯的被動收入，在移民官的眼裡就是臨時拼湊出來的流水。而反過來，你美國華美銀行 East West Bank 或者 Citibank 花旗銀行裡邊每個月收到$2500來自 BVI 公司的股東分紅，有明確的股東分紅協議，那自然就很穩了。2、拒絕資金快照。最近收到的最經典的一條私信就是：我賬上有$25,000，都夠在多米尼加查12個月了吧？這下總夠了吧？我的答案首先是不夠。移民官會把這理解為這是個資金快照，並不代表未來的超能力。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至少6到12個月，連續6到12個月，每個月固定入賬$2000到$3000。這裡一定要有時間規律，比如說每個月8號到賬，寓意發，金額穩定才是王道。3、建立輕聯繫。這一點是最少有朋友知道的，但也是決定成敗的關鍵。要知道，多米尼加的居留身份是完全沒有移民監的，因此當地聯繫就是影響移民官判斷的關鍵。俗話說，走過路過往往就會錯過，因此你不能看起來像純路過，沒去過多米尼加，從沒設置過當地銀行賬戶，從來沒有當地的水電賬單，這不就說明了你跟多米尼加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嗎？跟當地聯繫不強的結果就是居留卡可以批，但是入籍我得想想。4、材料邏輯要硬。最強的邏輯是什麼？比如你在美國有一家 LLC 有限責任公司做跨境業務，全年都有來自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客戶付款到你的公司賬戶，公司每月按時分紅到你的個人賬戶，稅得交得灑脫，分紅得拿得合法。公司文件、銀行流水、分紅記錄，再來一封西班牙語出具的解釋信和當地名流的簽字，這不叫幸福力，叫什麼？一句話總結，本質上入籍速度不是時間問題，而是材料的可信度問題。第二部分，$2000被動收入，99%的人理解都錯了。官方要的不是這$2000塊，而是穩定的來自境外的非勞動型收入。什麼叫做非勞動型？你不幹活，這個收入照樣有，比如房租、股息、利息、離岸公司分紅。還是繼續上面的反面例子，工資、自由收入、電商流水這樣的收入結構基本上秒拒。
OK， 重點來了，重點來了，重點來了！你不是去賺被動收入，而是把主動收入結構化成被動收入。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以前你按項目接收入，現在你可以讓客戶打錢到你的公司，然後你的公司再以分紅的形式分給你。最關鍵的不是你賺多少錢，而是收入是否能夠被完整解釋。第三部分，入籍語言考試到底怎麼操作？很多人問我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不會西班牙語能不能拿多米尼加護照呢？我先給你一個不繞彎子的答案：可以，但是不能完全不會。從法律層面上來說，多米尼加入籍是要求具備基礎的西班牙語溝通能力以及基本的國家認知。什麼意思？注意，這裡不是雅思考試，也不是歐洲西班牙的 A1 到 C2 的考試，它是一場面試型的語言測試。那這場考試到底考什麼？外行人以為很難，其實內容非常的接地氣兒。基礎的西班牙語能力通常包括你叫什麼名字，你從哪兒來，你做什麼工作，你為什麼要來多米尼加這一類問題。國家基礎認知通常包括多米尼加的總統是誰，首都在哪兒，國旗是什麼顏色，為什麼要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這裡給大家分享點我們團隊從大量入籍實踐中總結的大實話。入籍考試的難度不在語言本身，而在有沒有好好的準備。我們做過的客戶當中，只要有西班牙語大致 A2 級別的基礎，提前準備個2到4周，背固定的問答模板，然後再做大量的模擬面試，無一例外都最終入籍。如果你擔心西語完全不會，不知道怎麼學習和準備，怕卡在面試環節，都可以私信我們全球人團隊，我們能夠助你度過這一關。第四部分，政策會關嗎？說說我的預測。先上結論，多米尼加是經濟驅動型開放國家，不是福利型移民國家。從目前公開的信息和趨勢看，短期內有窗口期，但長期必然收緊。多米尼加是經濟驅動型的國家，它需要中產階級去帶動近岸外包、當地消費。短期內，該政策對國家的經濟和人口結構都是非常有好處的，但是也別高興太早。未來有3大趨勢不可逆：一是收入審核越來越嚴，2是資金來源要求更細，3是材料邏輯會要求更高。視頻看到這裡，我相信屏幕前不少的老鐵們又要焦慮了。那這身份到底適不適合我呢？別急啊，這期視頻就是專門來化解你的焦慮的，所以別去卡那個$2000的及格線。做人生規劃不是去考60分萬歲，建議直接按$2500到$3000的標準去準備材料，給移民局一個無法拒絕你的理由。第5部分，多米尼加為什麼突然火了？很多人都低估了這個國家。多米尼加不是旅遊國家，它是美國供應鏈的後花園。全球正在發生一件事兒，製造業從亞洲回流到美洲。多米尼加距離美國南部著名城市邁阿密只有2個小時的飛行時間。多米尼加的經濟擁有巨大的增長潛力，這主要依托於以下幾個因素：一、CAFTA DR 零關稅的全球最優政策； 2、超過1000萬人口，人工成本極低； 3、政策對外資極度開放友好； 4、個人和公司屬地型的稅制。過去幾十年來，全世界的熱錢都在流入這個國家，因此各位想在1到2年內拿到護照，有一定的收入基礎，能做結構設計的，而且想要 Plan B 的，比如屏幕前各位跨境收入人群或者離岸創業者，多米尼加簡直就是為你量身定制的。當然，一枚硬幣都有2面，多米尼加並不適合那些想要零成本搞身份、完全沒有收入結構、想一步到位拿護照的人群。你屬於哪一類？歡迎在留言評論區私信跟我們聊聊屬於你的故事。如果你讓我用一句話總結，這就是一個時間套利加身份跳板的工具。很多人還在糾結要不要辦居留，要不要換國籍。真正聰明的人在做的是先把選擇權拿到手裡。如果你也在考慮怎麼設計$2000的被動收入，怎麼把收入結構合法化，怎麼1年左右拿下一本護照，都歡迎私信我們，我們一起把這條路徑做成一個確定性的項目。順永前陽在動盪時代為全球華人重建避險資產和身份結構。我是Sean，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